周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广西桂林与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并召开联合记者会。双方表示，中俄将做彼此的坚强后盾，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中俄外长还就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中俄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同样甲天下。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只会拓展，不会收缩。周二中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表示，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条约为中俄关系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中俄已商定将条约延期，并围绕庆祝条约签署20周年这一主线，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毅谈到中俄4点战略共识和4大努力方向：一是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做彼此的坚强后盾；二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三是在发展振兴道路上做彼此的重要伙伴；四是在国际事务中做维护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无论世界如何动荡变革，双方都将不折不扣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王毅还表示，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应当做4个表率。具体的讲，大国要带头讲平等，做践行联合国宪章的表率，不能唯我独尊，动辄从什么实力地位出发以势压人；带头讲诚信，做尊重别国正当权利的表率；带头讲合作，做各国互利共赢的表率；带头讲守法，做遵守国际法的表率。记者会上，拉夫罗夫表示，世界上不能以最后通牒和制裁的方式行事。俄罗斯和中国将竭尽所能保障两国金融和贸易关系安全，免受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威胁。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总体上打算摆脱对西方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的依赖。我们在应对美国的单边制裁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比如说中俄两国在联合这样一个国际支付的系统，包括中国在做这个，我们在搞国际国内的这样一个双循环，同俄罗斯进行地区和全球层次的合作，都能够突破美国在供应链、产业链等各个方面上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挤压，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局势的这样一个变换。记者会前，王毅与拉夫罗夫举行会晤期间，王毅也特别谈及美西方国家所谓人权表演。他指出，少数西方势力纷纷登台表演，对中国进行抹黑指责。但是他们应该知道，编个故事，制造个谎言，就能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王毅表示，正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80多国以共同或单独发言形式声援和支持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正当立场，这足以说明公道自在人间。少数西方势力的操弄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这些倒行逆施根本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也无法扭转历史发展的潮流。中俄外长就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搁置分歧，凝聚共识，加强协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地缘战略稳定，推动构建更加公正、民主、合理的多极化国际秩序。双方还共同签署并且发表了中俄外长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阐释了人权、民主、国际秩序、多边主义概念的正确内涵，展示中俄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意志。在周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介绍了此次中俄外长会晤的具体情况，认为此访富有成果，对今年中俄关系开好局、起好步，以及推动有关国际地区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两国外长在会晤期间还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的共识。
在伊朗核问题上，双方认为美国应尽快无条件重返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并撤销对伊单边制裁，同时鼓励伊朗重新全面履约，期待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继续为防止核扩散发挥应有作用。双方还提议设立地区安全对话平台，就解决地区各国安全关切形成新的共识。当务之急是美国早日重返伊核全面协议，并且解除相关的制裁。伊朗则对等恢复尊约，以便共同推动全面协议重返正轨。此次中俄外长会晤因其微妙时机格外受到舆论关注，尤其是双方相互通报各自对美关系近况，并呼吁美国停止拉小圈子在搞集团对抗。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目前正值两国都与美国拜登政府的关系严重紧张之际。上周五，美国与中国官员结束美方称之为艰难而直接的阿拉斯加会谈。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采访时声称，同意普京是杀手的说法。随后，俄罗斯宣布召回驻美大使。另外，美国还准备以干涉2020年大选为由，推出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拜登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后，美国与中俄关系恶化，中俄都进行了回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前往布鲁塞尔，与北约和欧盟官员举行会谈，旨在修复特朗普的交易外交造成的紧张局势。美国国务院表示，会谈还将涉及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切。有分析指出，中俄紧密合作无论对两国自身还是对捍卫国际秩序都意义重大。但与热衷操弄盟友牌打压他国不同，中俄关系的发展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的关系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不像个别国家拉帮结派，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甚至阳谋。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单边制裁，这个是违反国际法，或者说违反这个国际道义的原则。那么中俄两国相互通报最新的一个情况，使得双方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能够开展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战略协作，有利于巩固双边关系，同时对地区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有更积极的促进作用。拉夫罗夫此访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次访华，也是继去年9月王毅访俄后，两国外长时隔半年再次举行面对面会晤。拉夫罗夫表示，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是真正的战略伙伴和志同道合者。对于桂林此行，刚刚过完生日的拉夫罗夫显然心情大好。周一，俄罗斯外交部在拉夫罗夫一行抵达桂林后，专门在推特上发布一段 TikTok 短视频。视频中，拉夫罗夫站在镜头前，背后为桂林山水，兴致满满的拍照，并与中国游客打招呼。值得一提的是，这段短视频配乐是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弯弯的月亮》。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周二报道，调查显示，目前有15%的俄罗斯人在使用 TikTok， 其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过了脸书和推特等等。其中近40%的是18至30岁的年轻人使用 TikTok。在结束中国之行后，拉夫罗夫前往韩国访问，而王毅则将于3月24号至30号对沙特、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巴林进行正式访问，对阿曼进行工作访问。近些年，围绕中国新疆事务，西方社会充斥着谎言和虚假信息。这些谣言和虚假信息大多出自于所谓学者和研究机构之手。外交部周一晚间宣布，对欧方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作为对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反制。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却与欧盟沆瀣一气，妄图一同采取行动，对中方实施所谓制裁。美西方为何执意要炒作涉疆议题？来看报道。周一，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4名人士和1个实体实施单边制裁。这也是欧盟30年来首次就人权问题对中方实施的所谓制裁。对此，中国外交部当天宣布反制措施，中方对欧方严重损害中国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相关人员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他们及其相关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同中国进行往来。
紧接着，英国和加拿大也与欧盟沆瀣一气，两国相继发出对中方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所谓制裁的声明。加方还在声明中煞有介事地宣称，这些措施是与美国和英国协调、携手欧盟推行的。而就在同一天，美国财政部也宣称对中方2名官员实施所谓制裁。此外，有英媒报道称，五眼联盟外长当天发表了所谓的联合声明，就涉疆问题对中国进行了无端指责，并声称已经和欧盟一同采取行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驻英国大使馆先后发表声明回击。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周一晚召见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玉白，向欧方提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并通报中方有关反制措施。周二，秦刚还召见了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就英国借口新疆人权问题对华实施单边制裁提出严正抗议。在周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用超长篇幅严厉驳斥美欧涉疆的所谓制裁，并警告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几个国家对他们输出动乱不仅毫无忏悔，而且还以人权为名对他国实施单边制裁，严重损害相关国家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发展权。历史和事实表明，这几个国家想当人权教师爷，但他们根本不配。希望他们明白，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120年前的中国。奉劝他们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终将为他们的愚蠢和傲慢付出代价。华春莹说，每一个国际社会的一员都应该平等相待、相互尊重，而不能动辄基于一些谣言和谎言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我认为这个几个国家最急需的是这些政客、这些外交官们，他应该给自己重新去进行一些教育，上一上课，要去认识一下怎么才能够去正确的认识中国，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怎么样才能够分辨那些谎言，怎么样才能够不要基于一些谣言和谎言来制定他们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面对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4亿人口大国的时候，他们应该学会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来与中国对话和打交道。如果他要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或者民主优越这种姿态，居高临下的来教训中国，甚至基于谣言和谎言来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横加制裁的话，那对不起，我们只能礼尚往来。中方就涉疆问题对欧盟采取的制裁措施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的热点话题。外媒记者尤其关注中方是否会进一步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采取制裁措施。华春莹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多次强调“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只能礼尚往来。或许可以预见，如果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继续散布谎言，就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方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还有记者提问，一系列制裁是西方国家第一次在涉疆问题上采取协调和共同行动，中方是否担心这种做法？华春莹表示，他们显然是有协调的行动，这应该是事实。但是你说我们担不担心？我想非常坦然地告诉你，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因为美国、英国、加拿大3国人口加起来也就占世界人口的5.7%，加上欧盟所有的也就占世界总人口的11%左右。而你知道，中国的人口占了世界总人口的1/5。这个几个国家的声音不代表国际舆论，他们的立场不代表国际社会的立场，他们更没有权利、没有这个资格，能够代表国际社会。事实上，华春莹关于几个西方国家的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说法已经得到了印证。当地时间周一，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在欧盟外长会间隙，在社交媒体上召开发布会表示，欧盟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做出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进行所谓制裁的决定，是毫无意义且有害的，将导致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恶化。所谓制裁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但欧盟会看到其成员国将承受所有负面影响。路透社的报道也揭露了欧盟此次对华制裁是美国通过外交手段联合盟友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的结果。文章指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有待进一步演变，联合盟友是其中的核心要素。文章还揭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曾表示，他们每天都在就中国相关问题和欧洲各国政府联系，他们称之为欧洲路演。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在人权议题上，欧盟没资格扮演仲裁者角色。欧盟搞所谓制裁是为了体现存在感，希望借此参与大国竞争和博弈。但是欧盟方面的一意孤行很可能导致双方制裁措施螺旋上升，进而影响到其他领域，中欧关系将进入困难时期。无论从技术、制度层面，还是从生产，所以中国现在在全方位的挑战，不仅是美国，而是整个西方。这就是他们要联合一起来所谓的制裁中国的根本的原因。毕竟还是所谓的西方也以人权价值观为自居的。所以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国，但是呢，市场层面更需要中国。我们制裁他们目的是为了纠正他们，而且还是劝说他们早点悔改，而不要在这里边执迷不悟。事实上，涉疆问题从来不是什么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中国新疆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使得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安全有了根本保障，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取得更大进步，这是最大程度保障新疆各族人民基本人权。在前不久的阿拉斯加会谈，中方就态度明确地表示，把种族灭绝的帽子戴到中国头上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新疆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但我们不接受带着偏见、居高临下，像教师爷一样到新疆去搞所谓有罪推定式的调查。希望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攻击抹黑中国治疆政策，放弃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人民日报周二发表署名钟声的文章指出，谎言改变不了真相。文章强调，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权进步的事实摆在这里，但凡尊重事实者都会给出公正评价。文章直言，事实面前，任何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谎言终将无所遁形，肆无忌惮的造谣重伤终将受到正义的清算。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是要问广大的泛制国家，要问联合国，要问未来问民心。实际上我们现在这种制裁嘛，就提醒你们所谓的这个多边主义，所谓的民主和自由，都是虚伪的，都是局部的，都是短暂的。在中方反制欧方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中，有不少都是反华熟面孔。他们在捏造事实、攻击中国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都有哪些黑历史？有分析认为，中方制裁打击到了反华政客背后的利益链条，意在杀一儆百。倘若其他反华政客再进一步损害中国利益，中方会毫不犹豫地加长这份清单。在制裁名单中，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的曝光率尤其高。他被西方一些势力追捧为新疆研究权威，实则是大量新疆谎言的始作俑者。据统计，自2018年以来，郑国恩先后炮制了10多篇抹黑涉疆的文章和报告。去年6月，郑国恩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在新疆强制计划生育和强制绝育计划》的所谓报告，充斥着大量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的言论，贯穿着一系列来历不明的数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介绍，郑国恩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成立的极右翼组织成员，也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反华研究机构骨干，以炮制反华谣言、诽谤中国为生。他的所谓报告毫无信誉和学术价值可言。在外交部18号举行的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多名干部群众就郑国恩的所谓涉疆研究报告进行有力批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言人伊利江阿纳伊提指出，外界指责新疆教培中心是拘留营的说法是造谣污蔑。试问呢，哪个这个拘留营会提供几十种这个职业技能的培训课程？哪个拘留营呢能够提供多种多样、营养丰富的这个饮食？哪个拘留营呢会按照学校的这个标准呢，配备这个双语老师、辅导员、医生和后勤管理人员呢？哪个拘留营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这个文化娱乐活动？试问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拘留营吗？事实上，新疆地区的人民早已无法忍受如郑国恩之流所编造的诸多谎言。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企业和民众正在委托律师起诉德国人郑国恩。据了解近日新疆部分企业和民众正在委托律师起诉郑国恩，要求郑国恩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
郑国恩的面目其实也早被一些西方媒体看穿。2月18号，美国独立网站灰色地带发表题为《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种族灭绝的指控基于数据滥用和极右翼分子毫无根据的断言》的报告，驳斥了郑国恩对新疆种族灭绝的指控，称郑国恩为右翼宗教极端分子，其相关研究是公然的数据滥用和捏造。2月24号，该网站主编马克思·布鲁门萨尔接受 CGTN 主持人刘鑫的独家专访。And the data manipulation that he employs to advance a biased claim and arrive at a conclusion which the U.S. government or hardline elements within it are seeking in order to block diplomacy with China. So he plays a very convenient and important role for a part of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that seeks escalation with China, and that's why he's been given a free pass. 另一名被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比蒂·科菲尔同样多次无端攻击中国的新疆政策，并以此为由鼓动对中国官员的制裁和阻挠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据了解，比蒂·科菲尔原本是一个德国左派，最早学马列主义出身，自称读过毛泽东选集，但实际上他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后来更是被美国和北约利用，成为了反华急先锋。曾和他有过多次公开辩论经历的老对手，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伟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比蒂·科菲尔过去还经常到香港和乱港分子会面，煽动学生闹事。更讽刺的是，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欧洲议会对华友好代表团副团长。所以呢，以后你就不可能再做这个角色了，也就是说你在欧洲议会里就没办法混了啊。还有呢，他是绿党的副主席。绿党呢是跟中国合作的，要搞碳排放啊、碳中和、碳达峰啊。你这样的话，你怎么绿党啊？所以我觉得这样把他们根基给打掉。值得注意的是，在制裁名单中还有多名欧洲议会议员，包括盖勒、格鲁克斯曼、库楚克、莱克斯曼，此前都曾多次在涉及新疆的问题上谎言尽出。而中方制裁的4个实体也在污蔑中国上不遗余力。号称欧洲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就经常发表关于中国的负面文章。德国学者莱希贝格曾表示，研究某国的欧美机构通常会努力展示该国的多元面貌，但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例外。他发表的各类中国研究文章基本是批判性的，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拿着很多索罗斯，拿了美国的很多钱，对不对？背后为谁服务的呢？这样一制裁，发现金主是谁，然后呢，他研究所有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因为你没有办法获取中国的有关的数据，你完全是为了反华而反华的，那么他的这个诚信就有问题，以后呢，你就不会再去继续造谣了。所以我觉得要这样断了他们的根基，破坏他们的诚信，揭露他们的这样的虚伪，这样他们不会有更多的人去效仿。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你好。那么在中美阿拉斯加交锋后，俄罗斯外长访华给人很多想象空间。那对此您怎么来解读呢？主持人好，在中美阿拉斯加交锋的同时呢，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电视采访中把普京说成是杀人犯。西方媒体呢用美国的战略术语讲，美国呢正在打2场外交战，向中俄2方面呢同时开火。那么加上西方呢在疫苗战中呢用政治而不是科学来对待中俄2国的疫苗，故意抹黑中俄2国的疫苗，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访华呢就显得时机微妙，被不少人呢解读为中俄在联手反击欧美。那么是否联手反击呢是各有各的理由，但是呢有一点是清楚的，就像拉夫罗夫所说，这国际局势呢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和政治影响中心呢正在加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呢正试图阻止这种客观趋势，以保住自己在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将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强加给他国。那么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俄呢，必然要为自己的权益和阻止世界动荡而合作，肩并肩背靠背的坚决反对世界上的霸权、霸道和霸凌，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公益。我认为呢，与其说中俄联手反击欧美，不宁说呢是中俄联手维护这个国际正义和外交规则，不能呢让冷战思维蔓延，不能让粗俗的外交粉墨登场，不能让霸凌行径横行，不能呢让干预他国内政成为习惯。那么除此以外呢，2国也在这个国际重要事务上呢有对表调弦，比如说呢这个伊核问题、阿富汗问题、
这个缅甸问题、气候问题，以便呢为解决地区冲突提供更好的方案。那么这些问题呢，同样是欧美关注的问题。那么中俄合作办好事，那么就会给美国呢，等国家呀施加影响力，期望他们呢这个从善如流。因此呢，中俄外长的联合声明中呢，明确指出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并且这个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和搞双重标准。那么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呢，展开这个该领域的对话。那么您如何来看待欧盟、英国、加拿大随美起舞，就中国新疆问题发起制裁呢？中国对欧洲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立马实施制裁，就足以说明2个问题：一是欧盟的制裁措施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呢是恶意的传播谎言，散播虚假信息，那么需要呢以对等的制裁来拨乱反正；二是欧洲呢随美国起舞，不尊重事实，不讲基本的外交原则和国际正义，必将受到谴责和惩罚。中国驻欧盟外交官呢早就打过招呼，这个中国呀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制裁，反对毫无根据的指责，希望呢欧盟三思而行。但是呢欧盟还是那么干了，那么受到中国的制裁呢也是理所当然了。这个欧盟如此的形式呢必将给中欧关系带来损害。那么现在呢这个冲突加剧，一些原本看似水到渠成的事儿，比如说中欧投资协议，现在呢就面临新的障碍。另外呢，美国为了显示盟主地位，到处游说施压，使得英国、加拿大也随美起舞，澳大利亚、新西兰呢也有选边站的迹象。这对世界秩序呢将是严峻的挑战。那么存在这个从政治变动向这个经济和贸易领域扩散的风险，也给中国的持续发展呢带来了挑战，最终会伤害各国的企业和民众的利益。好的，非常感谢陈斌先生的。台湾空军2架 F-5E 战机22号相撞坠海，导致1人伤重不治，1人至今下落不明。台空军内部人士透露，台军战机擦撞前飞行违纪。不过，台湾行政部门主管苏贞昌周二却叫嚣，是因为大陆一再对台湾骚扰，才导致此次事故。F-5E 战机为何会成为台军的飞行棺材？民进党无能逼死台军，为何竟敢甩锅大陆？施孝伟、吴健深入解读。台湾空军2架 F-5E 战机周一相撞坠海，导致1人伤重不治，1人至今下落不明。台空军内部人士透露，台军战机擦撞前飞行违纪，但台湾行政部门主管苏贞昌周二却叫嚣称，是因为大陆一再对台湾所谓骚扰，才导致此次事故。有岛内网友回应称，民进党把大陆当敌人，天天喊打喊杀，卖芒果干，是民进党无能逼死台军。也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敢把责任推给对其军售的美国，就想拿大陆、拿解放军来当替罪羊。据台媒报道，台军发生擦撞事故的2架战机属于台军台东制航基地第7联队的 F-5E 战斗机。根据台军公布的资料，周一台东制航基地一批次4架战机，分别是2架双座、2架单座机，在下午起飞，前往屏东佳东靶场执行基本对地轰炸射击训练科目。事故发生的时候，飞在最外侧的2号机、4号机在接受长机1号机指令调整队形时发生擦撞坠落。在下午5点左右，救援直升机从海上吊起昏迷的中尉罗尚化，不过经抢救仍在傍晚宣告不治。截至周二0时，另一名上尉飞行员潘颖尊仍失踪，台军方持续搜寻中。经过初步研判，罗尚化死亡原因是弹射后头部外伤颅内出血。至于其头部外伤是弹射时撞击座舱罩造成，还是落水时头部撞击水面导致，还需要继续调查。台军方周一晚召开记者会，发布会上，台空军参谋长黄志伟针对失事原因表示，目前疑似是空中擦撞，进一步原因待厘清。他强调，并没有牵涉到天气或机械因素，未来会着重人员训练加强。他们看到一个座椅弹射出来，可是弹射的情况还来不及看清，就进入他的视线死角，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我们在空中有飞行同仁看到有一个座椅弹射。有岛内民众质疑此次事故是指挥官指挥不当造成的，因为发生擦撞事故的2名飞行员都是尚未取得双机领队资格的飞行员，指挥官不应让他们做4机编队转换动作。一名台空军退役飞行员就批评说，这种情况不出事才怪。
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进一步表示，通常4机飞行最资深的飞行官肯定为1号机，并拥有领队资格，之后是3号机、4号机，最后为2号机。因此，在飞行编队上，绝对是1号机与2号机编队飞行，3号机则与4号机编队飞行。若2号机与4号机真的一起编队飞行，这就犯了飞行纪律。张延廷强调，不管是2或4号机都不具双机领队资格，怎么可以由2、4号机一起飞？这种情况绝对是人员训练问题。要当一个僚机的话，它要飞行时间总时间要满600小时以上才能开始训练。那攀上位只有601小时，螺中位只有404小时，他们都算之前的飞官，还没有领队的资格。他们彼此在飞行操作的经验上还要再加强。那在这一方面能够产生这方面的碰撞，的确有这个风险。F-5E 战斗机是美国诺斯洛普公司于1962年推出的轻型战机系列，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专门为国外生产的廉价、简易、低性能战斗机。设计时仅要求中低空机动性能接近苏联米格21战斗机，并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台湾地区空军的 F-5E 是美制 F-5A 的改进型。1974年10月至1987年1月，美台合作生产242架，装备台湾空军15个中队。1993年起，台湾空军为延长服役年限，与美国合作对现有的 F-5E 进行了动力及武器系统的改造。2000年后，台军保留了90架 F-5E 改良型飞机。目前在台湾服役超过40年的 F-5E， 迄今共发生29起飞行事故，造成22名飞行员死亡。去年10月，台军就曾发生一架 F-5E 坠海的事故，飞行员朱冠蒙弹射逃生，但因撞击座舱罩造成颅内出血死亡。朱冠蒙的母亲当时就当着台空军官员的面痛批 F-5E 这么老旧还在飞。你知道 F-5E 就那么破旧，那么老旧，以前是一路可以丢在旁边飞机场的。还有就是 F-5再有一个下一位遗憾的话，我会替冠蒙去跳你们台东的海。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台空军已发生3起战机失事。除了去年10月的 F-5E 战机坠海，去年11月17号，台空军第5联队上校飞行员蒋正志驾驶的 F-16战机夜航训练时失联，虽经多日搜寻，至今仍未寻获。台湾军事评论员施孝伟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台军之所以事故频发，主要是因为民进党当局购买大量的美制装备，只是为了迎合美国，配合美国打台湾牌，而对于台军基层士兵的安全却漠不关心。台湾的 F-5在过去接装到现在，它并没有对这个飞机做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结构的这个修改啊，例如像其实我们看到，韩国还在使用的 F-5，他们就把这个飞机的这个上面这个逃生的这个弹射椅这个装备呢，大概在11年前就全部更新了。也正是在此次飞行事故之后，民进党当局就开始不断甩锅大陆解放军，声称解放军军机频繁巡航台湾附近空域，导致台空军处于高压状态。台湾行政部门主管苏贞昌周二上午受访时老调重弹，妄称大陆一再对台湾骚扰，台军为守护民众生命安全用尽全力。不过，有岛内网友在网上留言表示，每次一旦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除了骂大陆，民进党人拿不出任何办法来解决问题。民进党把大陆当敌人，天天喊打喊杀卖芒果干，是民进党无能逼死台军。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本身这些事情都是独立事件，而且彼此间互不相涉。例如像这次 F-5来说，它本身其实是执行一个一般的训练，而且呢是一个对地攻击的这个炸射任务。这些飞行员本身来讲，他也并不是直接担负第一线对这样一个空防，所以就是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意外事件了。而对于解放军军机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东部战区发言人此前就曾表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战区部队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健你好，那么台军仅存的一代机 F-5E 老虎又出重大事故，岛内政客又说这是因为大陆军机一再扰台，令台军处于高压。那么这番操作您如何来看呢？首先呢，出事的老虎机是训练机，不是战备机，何谈大陆绕台军机给他们高压呢？其次呢，出事的制航基地有台湾虎穴之称，虽说飞机的机龄老迈了些，
但台湾终究是美国老虎机的最大海外用户，前后有过308架。况且，全台的老虎机几乎都集中给制航，只要维护完善和配件充足，谈不上飞行棺材。更多的事故要素要从使用者本身去找。从公开掌握的情况看，制航基地的老虎机群从本世纪初开始，至少有5、6起重大事故。像这样的双黄弹事故之前也有过。我无意在具体调查结果出笼前随意指摘，但可以提供一个角度供大家参考。有关台军老虎机失事的问题，岛内的学者做过调查，发现自从90年代从美国、法国获得先进的2代机以后，台空军对老虎机的态度基本沦为用到散架为止，把机身使用寿命榨干了事，根本不采取适度的投资、升级和改进结构，至多只是用复合材料修补因为金属腐蚀所造成的上纵梁裂痕罢了。早年台湾的汉翔曾有过老虎2000计划，希望升级老虎机的航电，但台空军还是因为2代机花钱太多，只好胎死腹中。还有一个地方，岛内不正常的舆论环境，不仅对大陆不公允，其实对台空军也是杀伤力巨大。就拿这次事故为例，岛内媒体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无限上纲上线，认为任何军机意外都罪无可恕，追求零事故率。这种态度之前也发生过，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只会让台空军消极保安全。现在的台空军实际上天气不好不飞，时间太早或太晚不飞，重大长官职务交接也不飞，这都成了惯例。但战争是不分时候天气的，这些自我设限就像台陆军之前的气温超32度不出操一样，成了人们的笑柄。还是那句话，台军畸形的装备维保思想，台湾畸形的舆论氛围，恐怕就是这次事故的发酵剂和扩散剂。那么您说到台军装备和训练都有一些畸形，那这从何解释呢？那您认为台军还有战斗力吗？去年呢，美全球火力网站公开了全球军力排比，台湾在138个国家和地区里排26，而前台湾的陆总司令陈廷宠却说台军挡不住对岸攻势，台军的战斗力是个0。该怎么看这样反差巨大的看法呢？我的看法是民进党的战略盲动加速了台军的解构。按照前段时间台防卫部门首长严德发的说辞，当前台总兵力大概是16.9万，陆军10万，海军3.8万，空军3.5万。只要蔡英文一声令下，还有45万本土预备役参战，说的真是惶惶然，可行家眼里毛病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台湾现有面积是3.6万平方公里，环岛海岸线是1139公里，人口呢大概2400万， GDP 是6000多亿美金。这种条件下养16.9万的常备军，再就是动不动几十上百亿美金的对美军购，按合理的防务投入与经济能力的配比看，是严重的失调。我可以打个比方，英国是24万多平方公里，海岸线1566公里，人口呢超6000万， GDP 是2.5万亿美元。常备军它是多少呢？不到20万。很明显，台湾这种军力结构极不合理，数量过大，而且投入大多消耗在养兵和购买超出需求的武器上，而部队的正常作训费呢却被严重挤压。结论只有一个，台军不仅拖死了台湾经济，也将因买的灌水式建设累死自己。事实上，民进党政客们自己都明白，军事对抗大陆纯粹是开玩笑，他们不过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通过购买所谓的先进武器打气。而作为主要武器销售方的美国呢，其实也是为了让台湾在所谓的印太战略里扮演马前卒，同时用军火交易榨干台湾人的血汗钱。难怪呢，最近岛内的历次民调里，年轻人问到当不当兵时，得到的回答大多是我们不想当炮灰。有这样的民意基础，
您说台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呢？好的，非常感谢吴健先生在上海演播室的在线解读，谢谢。尽管上周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气氛紧张，但基于会谈达成的共识，中美正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全面合作。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将与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共同出席周二举行的线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谢振华和克里都是本国资深高官，在气候变化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此前也有多次打交道的切身经历。两人也都参加了巴黎气候协议的谈判。这两位资深官员牵头中美合作，会否有助应对这一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中美间的严峻分歧呢？来看报道。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周二将与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一起参加一个欧盟、加拿大和中国主办的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届时，两人将在这场视频会议中发表讲话。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一则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克里计划与谢振华会面，但沙利文没有透露确切日期。与此同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周一的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就广泛的问题加强直接对话。普萨基称，刚刚结束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中美之间一次实质性会议，涉及了一系列问题。美国将继续与盟友合作，也将就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问题与中国继续合作。观察认为，普萨基提及的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问题，指的正是气候变化的问题。从美国德州的暴风雪，到多地波动越来越剧烈的气温，再到频繁发生的大洪水，近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有专家甚至警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过去后，气候变化将成为新的公共卫生风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美两国应当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当前国际社会紧迫的任务上开展合作。根据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共识，中美双方致力于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合作，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事实上，中美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合作，将有助于应对这一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2014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树立共同努力的目标。随后，两国于2016年9月正式表示将付诸实施巴黎协定，加强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伙伴关系，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6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导致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难以继续。而拜登政府上台后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重视，先是宣布重返巴黎协定，紧接着组建了国家气候政策部，派出前国务卿克里出任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刚一上任，就立刻代表美国出席了首届国际气候适应峰会。中国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付诸努力，提出了一系列气候政策，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和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愿景，以及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4项新举措。此外，曾于2007年至2018年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气候大会，并主持中国加入巴黎协定谈判的谢振华，被委任为首任气候变化事务特使，更是体现中国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高度重视。中美两国聚焦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为双方恢复合作提供了空间。2月初，谢振华和克里就已经建立了联系，并开展对话磋商。分析指，谢振华和克里两位特使在气候变化领域都具有丰富经验，有助于两国快速恢复和推动合作。相信中美两国将很快找到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之道，成为中美合作的新起点。那么现在呢，拜登重新重视气候问题，那么中国和国际社会当然是乐观其成，但是在具体的细节，比方说标准排放的标准。种种细节上，美国可能会出于大国战略竞争的考虑，定向的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排斥，定向的在海外“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中对中国的企业这个挑刺儿，要防止气候问题政治化和武器化。尽管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能够一定程度上弥合中美之间的分歧，